切尔西对不起，还有高手。贝林厄姆绝杀，皇马3-2战胜巴萨，基本锁定西甲冠军。曼联3球领先，被蓝色球队 CD 连追3球，腾胜运筹帷幄，稳住局面，点球制胜，晋级足总杯决赛。哼，英冠 CD。下面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赛后情书。先来皇马和巴萨这场比赛看完的兄弟们最关心的就是判罚问题。我觉得确实稍略偏皇马，但是关键判罚没有问题。有问题的是莫德里奇的黄牌是否吃得太晚，以及皇马的一些犯规是否要有牌。至于定位球点球的判罚是相当准确的。库巴西尼腿放在那儿，那就是给巴斯克斯碰的，你不碰不是傻吗？这叫聪明，顺势而为。换个词呢，叫造点。它跟跳水是两码事，跳水是假摔，人家没碰到你自己倒了，企图欺骗裁判获得点球。巴斯克斯这个没有问题，点球无疑。那么除了判罚之外，战术层面上两队的缺点暴露的都很明显，左边路都臭。皇马这边呢，其实事实上只有一名正印后卫，就是吕迪格，剩下的巴斯克斯、坎马温加、楚阿梅尼，他这个后防线基本上全是客串。但是巴斯克斯呢相当稳定，他也经常踢这个位置，所以在右路的没什么问题。左路的卡马温加面对亚马尔相当狼狈，屡屡被亚马尔爆破冲进禁区，但是卡马最起码还在防，还在追呀。巴萨那边坎塞洛，我的个天，卧底啊！3个丢球都与他有关啊！第一个、第二都是负有绝对责任。第一个丢球是云防守导致被突破造点，第二个丢球不回到位置让对手包抄打空门。关键是你防守不行，你有进攻也可以呀。进攻一拿球就丢，云里雾里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这个球员超过3000万，我建议巴萨就算了吧，真心太 low 了。另外战术层面上下半场哈维就不该下滕森，他一下德容不在，你连山寨版的6号位都没了，彻底没拦截。随着1.8亿先生贝林的绝杀，也可以正式宣布巴萨本赛季4大皆空。另外那个门线球进没进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卢宁正好挡着了西甲也好像没有门线技术，这玩意儿只能听裁判，谁也没话讲。不过我最近有点毒我这一说皇马基本拿西甲冠军，领先这么多分的应该没问题。下面我们来看看曼联跟考文垂怎么来形容呢？你有没有主队赢了一场半决赛还觉得耻辱的时刻？那么对于曼联球迷来讲，就是今天了。如果这场球考文垂没有因为脚趾甲越位导致绝杀被吹的话，可以肯定这场比赛在曼联的耻辱柱上还要比0-7利物浦更加显眼。面对英冠第8的球队，70分钟3-0领先，竟然被连追3球，加时赛硬生生被逼到绝境，差点被送走。当然了，对手也叫 CD， 也穿蓝色，但是这能是借口吗？现在曼联的比赛已经成了综艺节目了，全是效果，主打就是一个节奏刺激、转折频频、流量为先。比赛刚刚开始，其实曼联除了拉什福德在场上穿了个滑冰鞋摩擦之外其他人还可以。拉什福德自从去年合同年发愤图强，弄了个英超顶薪合同之后估计没少喝，站都站不稳我的天哪！带着自己就摔倒了，带着自己把自己过了，球砰放原地，人不见了。人沃克这么离谱，还非常刚猛，你咋就跑不动呢？周薪30多万英镑的球员连英冠都过不明白。那你进攻不行，你防守也可以，防守就是3步。不知道的我还以为他是什么超级巨星关键你得有那水平拉绝。你作为曼联的太子爷，你要有球队的荣辱感，在这样的比赛当中，你要有一种我不赢我就生气，我就跟自己较真儿，我跟队员较真儿，我要鼓舞士气，我要以身作则，你得有这种精神，你才能够在曼联这样的球队当中成为一个旗帜呀。这是我觉得曼联球迷对你的期望，而并非输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赢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让我上我就踢，不让我上我就下。这样的话，谁又相信你把曼联真正当成了自己的家呢？那么这场比赛拉什福德踢的还没迪亚洛好呢，迪亚洛上来还能摆活2下结果就这70分钟腾格还不闪的换他，拿下了加纳乔。个人理解呢，可能腾格觉得稳了，他现在考虑决赛的对手了，于是换下加纳乔为联赛做准备，换上安东尼原神启动。结果安东尼全场比赛软的是一塌糊涂，对角就让见人就躲，你别说过人了，你连一次成功对抗你好像都没有安东尼1个亿考文垂全队身价才是你安东尼转会费的1半大哥。我最近一直在讲，我说我要对安东尼温柔一点，关键安东尼的态度很好，对吧？转会费高也不是他的错，我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评论员，去一边去，踢的什么玩意儿？当然全场比赛的转折点不是安东尼，而是科比被换下上了个埃里克森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埃里克森的头发也快光了？我的天哪，我现在对光头护腰真是有阴影。埃里克森可以拿下麦克托米奈都没问题，唯独不能换下科比，因为他一下麦克托米奈的防守覆盖不行，选位也一般，你禁区弧顶无人保护，让对手随便打门随便起球，你丢不丢球就看命曼联这赛季运气还不搞笑吗？是一换中场换空了，随后还有补救的办法，你上一个中卫或者一个边后卫，让万比萨卡去打中后卫，把卡塞米罗调上来打后腰也行。结果哥们给我上了个前锋去踢中场，把剩下这半瓶的水换到了6号位，麦克托米奈也换下去了，这什么意思踢野球
那么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禁区外全部放空，进攻无组织，防守不拦截。要不是对手那大一码的鞋，曼联今天就要被历史铭记，滕哈格你也就该就地下课了。你看你把新老板踢的目瞪口呆啊！这玩意儿大家想了，我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一支队，你受得了吗？最后呢，唯一让我还有点欣慰的就是赢了之后，队员没大肆庆祝，这要再来几个华贵，我天哪，真是！你也不能抱怨板凳，你也不能抱怨阵容，因为你70分钟3-0，因为你是曼联啊，大哥，说点积极的啊。最起码这是一场载入史册的耻辱性的胜利，还总不是载入史册的耻辱性失败。现在还有补救的机会，磕磕绊绊啊，进入决赛往往是能创造奇迹的。进了决赛第2年还是跟曼城的同城之战，若是能复仇曼城成功夺冠，那么一切都可以被原谅，一切也都可以被消散。足球是圆的，英冠 CD 能跟曼联打成3-3，曼联凭啥不能跟英超 CD 干一干？你们相不相信曼联有机会拿到今年的足总杯冠军？足总杯冠军，足总杯冠军。